在文学的殿堂中，莫泊桑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。他的作品以真实反映社会底层生活，深刻描绘人性弱点而著称。其中，他的短篇小说《项链》堪称其代表之作，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寓言性质，揭示了贫富之间的悲剧和社会弊病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当谈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《项链》时，我们步入了一个由虚荣、误解和不幸构成的引人深思的故事世界。故事一开始，我们被引入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，玛蒂尔德就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公。她的外貌并不突出，家境也不富裕，但她内心却怀揣着强烈的虚荣心。她渴望拥有华丽的服饰、名贵的珠宝，梦想着进入上层社会，过上奢华的生活。这种渴望并不仅仅源自对物质的追求，更体现了她内心对社会地位的渴望。与她的丈夫相比，玛蒂尔德显得不够满足。她看到邻居家的富人，看到那些身着华丽服装、佩戴美丽首饰的妇女，内心充满了对比和失落。她相信，只要她能够得到这些名贵物品，她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获得社会的认可。玛蒂尔德常常在幻想中想象自己成为那些上流社会女性的模样，她的内心充满了虚构的场景。她在镜子前展现华丽，受到众人的赞叹。然而，每当她回到现实，看到自己普通的衣着和生活环境，她就会感到沮丧和不满。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冲突，加深了她渴望名贵物品的情感。丈夫从办公室回来时，带回了一封宴会邀请函，他兴奋地将邀请函交给了玛蒂尔德。玛蒂尔德展开那封华丽的信纸，上面写着一个社交名流举办的宴会。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让他难以置信，他无法相信自己会有机会进入那个充满名流和名贵物品的圈子。然而，随着兴奋渐渐褪去，焦虑开始占据玛蒂尔德的内心。他想到了自己的衣着，想到了那些光鲜亮丽的上流社会女性。他明白他需要准备得体、华丽的服饰，以在宴会上脱颖而出。他一边想象自己站在宴会场地中，一边开始感到自己的不足和失落。玛蒂尔德开始在自己的衣橱里翻找，试图找到一件适合的礼服。然而，他的衣橱里并没有他想要的那种华丽、名贵的服饰。他挣扎着，试图在有限的选择中找到一件可以在宴会上穿的服装，但他很快就感到自己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。在玛蒂尔德继续挣扎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他的朋友弗雷斯蒂耶太太。他知道他的朋友拥有许多名贵的珠宝和服饰，他决定去找他，看是否能够从他那里借到一些漂亮的首饰。于是，他开始准备去见朋友，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上表现出色。在见到朋友后，玛蒂尔德被各种华丽的珠宝和服饰所震撼。他看到了弗雷斯蒂耶太太戴着一条华丽的项链，闪闪发光。这一刻，他的内心燃起了更加强烈的渴望。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借用一些首饰，他想要拥有像这样名贵的珠宝，想要在宴会上成为众人的焦点。在朋友的家中，玛蒂尔德被各种名贵的首饰所吸引，最终他选择了一条看似非常值钱的项链。他带着这条项链回家，为自己的形象感到骄傲和满足。然而，正是这个决定引发了整个故事的悲剧。在宴会结束后，玛蒂尔德和丈夫回到家中，发现那条珠宝项链已经失踪了。他们搜遍了一切地方，但始终没有找到。玛蒂尔德感到惊慌和绝望，她不敢告诉朋友项链丢失的事实，担心引发误会。最终，她和丈夫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们会为了购买一条与原来项链相似的新项链而借债。玛蒂尔德和丈夫为了购买新的项链，不得不抵押了家中的一些贵重物品，借债高达数千法郎。他们开始了勤俭节约的生活，为了还债而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。然而，玛蒂尔德的虚荣心使她无法真正享受这种节俭。
他对自己的境况感到不满。多年后，当马蒂尔德还清了所有债务，他偶然与曾经的朋友弗雷斯蒂耶太太相遇。马蒂尔德告诉他项链已经找到了，然而弗雷斯蒂耶太太的回应却让他震惊。原来那条看似名贵的项链根本不值几个钱，是假的。这个突如其来的真相让马蒂尔德感到绝望。她为了虚荣的追求，不仅毁了自己的生活，还毁了丈夫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。项链是一则关于虚荣、贫富差距和社会问题的深刻寓言。莫泊桑通过细致入微的情节和人物描写，呈现了一个悲剧的故事，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。这个故事在时间的长河中仍然闪耀着警示的光芒，提醒着人们要珍惜真正的价值，远离虚荣的陷阱。